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做一期咖啡萃取感官试验。一直以来，大家对咖啡中的酸甜苦、风味、口感不断探究，从豆子、研磨度、水温、器具等，都是为了体验到咖啡带来的愉悦。但是每次注入的水萃取了咖啡里面什么物质？这次实验目的，利用萃取出来的咖啡液进行口感、浓度分析。这次试验使用了一支中南美洲的咖啡豆，烘焙期15天内，中深度烘焙，咖啡粉水比例1:16，研磨度950微米，使用93度的水温，分3段式注水，尽可能完整情况下模拟手冲咖啡进行冲泡。冲泡器具使用比较流行的 V60滤杯，按照平时的冲煮步骤方式进行。使用20克的咖啡豆，预计一共注入320克的水，除了40克的焖蒸水，还需要注入280克水。3段式冲煮法需要每一段注入93克的水，因为这次做的是萃取试验，没有使用过多的冲泡技巧进行冲煮，同时也知道这个试验并不是那么准确，但是萃取出来的咖啡液体口感不会偏差很大。这次的试验只是描述味觉上的感受，在风味上不做分析。如果咖啡液体里面的风味特征异常明显，会做一些陈述，分析风味的来源，便于理解萃取出来的物质种类。接下来开始注入40克的焖蒸水。焖蒸是让咖啡粉内化学物质活跃起来，同时释放二氧化碳，方便在后面的冲煮中把咖啡香气风味通过水流把物质带出来。焖蒸时间观察咖啡粉膨胀程度做决定，当咖啡粉不再膨胀、不冒气泡的时候，就可以进行轻柔的注水。假如不做前期焖蒸，咖啡粉在突然受热，细胞壁会收缩，化学分子就不能随着水流释放。第一次注入93克的热水，等滤杯内的咖啡液滴完，就快速更换另外一个杯子，把滤杯重新放到杯子上，电子秤归零。这时候看到杯子咖啡液呈深褐色，呈现浓郁粘稠的状态。接着依照平时方式注水，第二次继续注入93克的热水，每次注水扰流的力度尽量保持一致，让水流的力度不会过萃或者萃取不足。这次选用终身烘焙的豆子，也是为了在萃取过程中避免过度萃取或萃取不足的，尽可能减少萃取差异，让试验更准确。此刻需要注意的是，保持水温与注水速度。第二段滤杯内的水滴完后，拿开杯子，继续在滤杯内注入第3段的水93克。咖啡冲泡使用的豆子烘焙度浅，流速就慢，烘焙深的豆子浓度就会高。终身烘焙的豆子让萃取过程的流速基本一致，让咖啡液属于低滤式的冲煮，而不是滤泡的冲煮模式。因为滤泡是咖啡的咖啡浓度，萃取率会更加高。这次的萃取时间是3分钟，比平时冲泡时间延长了30到40秒。这是因为在器具操作上的延误，暂且忽略不计。接下来是3次萃取出来的咖啡液进行口感、浓度的检测分析。检测之前，把萃取出来的咖啡液搅拌均匀，这个时候能观察到3杯咖啡液颜色上存在差异。另外，使用杯子分装3次不同的咖啡液，利用 VST 咖啡浓度仪分别进行检测。浓度仪在温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得出的结果，波幅比较大。为了测试的准确性，先把咖啡的温度降至到25到30摄氏度，采用多次测试出来的数据，取平均值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。在测试浓度之前，使用味觉对咖啡液进行味觉评估分析。第一段萃取出来的咖啡液酸质占力尖锐，口感方面是苹果酸、咖啡酸。咖啡的浓度很高，已经很难去辨别咖啡的风味。人类的感官阈值超出一定的范围，就会失去知觉，属于感官自我屏蔽。例如
疼痛到一定程度就会昏厥过去。第二段咖啡液味觉感知到酸与甜，缺乏余韵。咖啡口感淡薄、柔顺，有轻微莓果的风味，尚且有咖啡的风味特征。第三段萃取的咖啡液味觉已经感觉不到咖啡的特性，口感寡淡，有草本、烟熏的气味，这是嗅觉感受到的，不是味觉感受到。按照味觉、嗅觉来分析，这3杯咖啡都不是完整的咖啡液，手冲咖啡的特征不明显。为了验证味觉的感知阈值，接下来使用仪器进行测试。咖啡浓度仪用蒸馏水进行校正，这是为了仪器的准确性。第一段萃取出的咖啡液检测出来的浓度是 3.01%， 说明第一段萃取出来的咖啡浓度是很高的。这个从萃取出来的咖啡液色泽及味觉都能直观的感受得到。当一杯手冲黑咖啡的浓度达到 1.50% 以后，就不符合大多数人喜欢的数值了。篇幅有限， ESP 不在今天讨论的范畴，毕竟 ESP 属于地方特色饮品。在味觉感知上也是得到同样的结果，站立、刺激的酸质让人难受，同时也说明咖啡萃取在第一段萃取出来的咖啡浓度很高，而且是酸性物质为主导，例如苹果酸、鞣酸、咖啡酸等。第二段萃取出来的物质是咖啡的脂肪酸及甜感分子，因为味觉感知到了咖啡酸甜感且柔顺。苹果酸在口感上是刺激的酸，柠檬酸在口感上是带有甜感的酸，柔和的口感来源于脂类，所以第二段的咖啡液有酸甜感，柔和度是脂肪酸所带来的。从仪器检测出来的浓度是 0.95%， 因此口感单薄，这符合一杯浓度不足咖啡的特征。因为这杯咖啡缺少前段丰富的酸质，而又缺乏尾段的大分子物质的结合，因此有淡薄的口感。第三次萃取出来的咖啡液出现草本、谷物、烟熏的风味，这就是咖啡萃取出大分子的特征。因为这杯咖啡口感寡淡中有轻微的苦感，在味觉、嗅觉上就没有多少咖啡的特征。通过仪器检测的浓度是 0.45% 左右。根据数据解释，当咖啡的浓度低于 0.5%， 这杯咖啡的特征就不明显，基本分辨不出什么类型饮料，缺少饮用价值。这种情况，大家可以在冲泡咖啡后去浅尝一下滤杯最后滴出来的液体。总结，通过以上试验得出，咖啡在冲泡过程中，前部分是萃取咖啡的酸质、香气部分，中间注水萃出的是咖啡甜感人类部分，后段注水是萃出咖啡大分子，与醇厚度相关。当了解了萃取过程中提取出什么物质，对咖啡冲煮构建框架就有了目标。在了解咖啡豆的属性后，咖啡中的酸、甜、苦可以通过使用水的每段萃取属性，再配合扰流手法去进行调整，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咖啡。一杯咖啡的组成是多样性且复杂的，缺少每一段的萃取都不是一杯完整的咖啡。为了复原这杯分段萃取的咖啡的风味与口感，接下来把每段萃取出了咖啡按照同样的数量融合，通过感官与仪器再次进行分析。融合后的咖啡酸甜苦平衡，余味悠长，风味特征明显，无论醇厚度、柔和度与平时冲煮出来的口感基本一致。分段萃取的咖啡融合后的试验证明，一杯咖啡无论缺失哪一段的注水，都会感觉出咖啡的不完整性，缺少层次感。最后用仪器检测咖啡液的浓度在 1.45%。一般来说，咖啡液的浓度在 1.15 到 1.45 之间，是大众都喜欢的口感。希望这期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。视频中不够严谨的试验，希望大家谅解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分享传播，谢谢大家收看。